要知道啊，我们的天蝎呢，天性是敏感多疑的，戒备性比较强，所以呢，天蝎很难对自己的另一半彻底放下戒备心。那大家都要记住啊，跟我们天蝎谈恋爱的时候，就不要有任何形式的欺骗，即便是善意的谎言呢，都足够让我们的天蝎质疑你的一个忠诚度。那这个时候啊，你就一定要在天蝎对你充满疑虑的时候，第一时间打消他对你的这种质疑的念头，不要觉得不耐烦啊或者委屈，因为天蝎是需要反复来印证你对他的这种真诚和忠心的，他才会对你放心。那在感情这边呢，我们这边看到啊，在11月下旬，我们天蝎的感情出现的第一张牌就是一个星币2，这个就是目前很不稳定的一个状态啊，甚至可以说是波动性会比较大，然后也不太能够搞得定。那这份感情呢，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摇摆和波动，两个人都会有一种僵持的感觉，可能双方会比较忙碌啊，有的时候呢会无暇顾及这种感情，甚至两个人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突然断联，忽然就不联系了，或者也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就没有感觉了，就感觉到莫名其妙啊，没有任何的原因。那现在呢，我们的天蝎啊，面对对方更多的是一种试探和不确定，因为猜不透这个人，然后你们自己就会难免的胡思乱想啊，对方呢，我感觉又是一个比较偏向现实的人啊，而且也会比较的慢热，所以呢，这段感情现在就是有一个瓶颈期，需要你们共同去突破，也会在近期内很困难，也很消耗时间呢。那这个感情双方现在就是在僵持着，目前还没有办法去修复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天蝎对于这段感情的态度。首先这边出现第一张牌是圣杯的国王，那其实国王牌在这边啊，代表着感情当中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一方，因为天蝎自己可能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国王，我要掌握主动权，而且我们天蝎啊还有自己的冷幽默，那这张牌呢也是代表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天蝎好像不太好接近，甚至会有一点严肃和威严的感觉啊。但是呢，因为是个圣杯牌，是一个水元素嘛，虽然说我们的国王是比较好自尊要面子的，但是呢，加上这个水元素，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和善的你们也是愿意去听对方，愿意去采纳对方的建议，甚至说有的时候会为了对方啊，愿意去放下自己的偏见和成见甚至是以对方为中心啊，多给他一些包容和退让。那这样一个状态啊，这张圣杯国王呢，也就是代表了我们的天蝎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甚至呢，也是一个比较能够尊重别人的状态。那后面这个是逆位的星币4嘛，也是代表了我们的天蝎在感情当中，是比较想要去跟对方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的，很想跟对方，比如说组建家庭啊，或者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那这张逆位牌出现的时候啊，它也是代表来自家庭和现实层面的一些阻碍比如说我们的天蝎可能爱上的是一个有过婚姻史或者有过家庭的人，而且在这边呢，甚至会有一些来自下一代的这种责任在。当然，这张牌也是意味着我们的天蝎内心还是会幻想着可以通过重组来获得这样一段感情的出现。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天蝎啊，过去的这个感情也是比较坎坷的，毕竟我们前面是有一个圣杯的国王在嘛，说明喜欢我们天蝎的人还是很多的。那我们天蝎要去考虑的人也会很多，因为国王牌嘛，最重要的其实是要保持整体的一个和谐性和协调，就是比较顾全大局，不会有一些自己的小任性在那么对方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首先他这边是一个女祭司，这个人他可能会更加的冷静，更加的理智，甚至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天蝎觉得很冰冷。他是具备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的，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会很感性的以感情为中心的人，但是呢，他却会为了我们的这个天蝎卡在这个感情当中，甚至他会为了天蝎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不是很喜欢的人，就是这种有种性情大变而且对方这个人呢，对天蝎也是有一点挑剔的，但是可能这种挑剔他只是埋在心里，不会在表面上表现出来。但是的确他是对我们的天蝎有一些强烈的不满的，反而我们的天蝎在感情当中还好有什么就是大大方方的说出来会比较的包容。那么对方这边接下来是一个逆位的权杖3，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憋了很多话在心里面没有发泄，他只能是自己一个人去默默的承受就积压了很多这种负面的情绪，没办法去排解。那这种内心积压多了的话，想说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说不出来了嘛，甚至也会就是以一种错误的方式来说，不像我们的天蝎就是随时可以敞开来讲，那就是两个人沟通方式的不一样，甚至可能吵架都吵不起来两个人就是有一种这种高智商的人不想死得很难看。所以其实能看到我觉得两个人是有一种对峙的状态，其实对方他还是会有一种隐隐的
逃避退后的这种感觉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更多的细节啊。首先，我们的天蝎这边出现第一张牌是圣杯5。那我觉得天蝎有的时候其实是会想啊，对方那边是不是有其他的人，觉得自己是不是某一个人的替代品，甚至会吃一些莫名其妙无关紧要的醋啊，可能就是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对方的前任那么优秀或者重要。是有这种自卑的情节在的。那这张牌也是一种比较长期的迷茫啊。我们的天蝎呢会为了这个人就可能没有那么自信了。你们会愿意为这个人付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面是宠溺对方，惯着这个人。但是呢，他这边有一个宝剑的侍从，代表我们的天蝎就是这种情绪也是反反复复的。有的时候很想跟这个人继续在一起，就爱他爱得不得了，但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好像也不是很靠谱啊。因为我们的天蝎是想要一个比较稳定的感情，像土元素那种很扎实的，甚至说想要这种长久的陪伴。但是呢，这张宝剑侍从啊，就是更多的代表我们的天蝎会觉得对方是抓不住的，像风一样来去自由，也觉得可能这个人真的不是自己的菜啊，那自己就要撤了。我们天蝎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就先主动退出。那我们这边最后一张牌啊是逆位的审判。你会发现这段感情是有受到一定的反对的，甚至会感觉他是没有办法去公诸于众的。我们的天蝎现在的这种状态呢，是很想要公开的哦，可惜呢你自己内心想，但是呢永远也不能给彼此这样一个名分。其实我们的天蝎啊，如果特别认可这个人的话，或者说觉得感情稳定，想要去永远在一起长久的相处下去，甚至是结婚，真的会去秀恩爱，告诉这个世界你有多爱这个人啊，这个人有多优秀。那如果这段感情对方他并没有达到你的要求的话，那我们天蝎内心还是会有很多的疑虑的。那更多的就是在考虑这个人值不值得，合不合适，性格上面也会觉得是不是很搭，就内心是有这种抑制不住的矛盾。那对方这边啊是一张宝剑3，能看到他其实对我们天蝎的所作所为是比较失望的。他会觉得两个人的沟通不是很融洽，其实看得出来他也是积压了很久才爆发。那这张牌是代表了他攒够了失望才想离开哦，说明他是给过我们天蝎机会的，但是天蝎可能当时没有 get 到他的点，或者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天蝎那个时候确实是在这方面比较迟钝啊，所以其实这张牌是代表他对我们天蝎的失望和不满。那中间这个圣杯7啊，其实他自己也很迷茫，他现在不知道天蝎对自己的感情是怎么样的，还爱不爱自己，而且呢内心又很纠结。其实我觉得他是比较认可天蝎的，会觉得天蝎是他的一个很好的同伴，左膀右臂，是一个适合结婚的人。可惜两个人相遇的时机就不是很对，不太合适，现在又有各方面的问题，所以他就只能自己选择逃避，不敢来直接面对我们的天蝎。那这种沉默的逃避的方式来跟天蝎相处的话，其实真的让两个人都难过，都不开心。但是我觉得对方他可能会更加难过一点吧。那么最后这边是一个宝剑7的逆位啊，能看得出来对方他有一点心口不一。这张牌代表了他的一些这种行为和内心的想法并不是一致的，甚至是完全两回事。所以天蝎呢就很难猜透对方，或者很难去感受到对方的心意啊。也会觉得对方好像一直都是拒人千里之外的这种冷漠，会觉得他很固执，很要强，就比较难去把控吧。当然这个牌是代表在这个人的感情当中啊，他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很容易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动摇，甚至这段感情呢是有一定的利益上的考虑啊，所以对方才不知道要如何去做选择。那甚至他心里是有自己的反省和检讨的，也会有纠结。那他就是对未来又有期待有希望，又一边回顾现实，这种矛盾的心态。好，那我们就解答到这边。